每天出门我都要去嫂嫂的房里脱掉她的衣服给我自己穿上。我是穿越者，原主人是个傻子，哥哥被老虎咬死，只留下我和刚过门的嫂嫂守着这破败的家。叔叔，你醒了吗？快喝了吧。突然眼前的女子失声惊呼：叔叔，不要。我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我身上的衣物和没穿一样，只靠稻草遮盖关键部位。看着嫂嫂慌乱的样子，我心里却五味杂陈。我叫陈旭，一个21世纪的普通社畜，上一秒的基业还停留在为了一个项目连续熬夜加班，最终眼前一黑。下一秒我就成了这个家徒四壁，连墙壁都在漏风的茅草屋里，一个叫林墨的傻子。寒风像刀子一样从茅屋的每一条缝隙里钻进来，刮在我的脸上，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扔在冰窖里的生肉。脑子里浑浑噩噩的塞满了另一个人的记忆碎片。这个林墨今年16，是个天生的痴儿。他唯一的亲人，一个叫林山的大哥，半个月前上山打猎被老虎叼走了，尸骨无存。现在这个家里只剩下我这个顶着林墨身份的傻子，还有一个女人，我的嫂嫂苏婉。她刚过门不到1年就成了寡妇，而我是她丈夫留下的唯一拖累。此刻我就蜷缩在屋角的一堆烂稻草上，身上只盖着一件薄薄的麻衣，牙齿不受控制地打着颤。冷是唯一的直觉。我清楚地知道，如果再不想办法，我这个刚刚重生的倒霉蛋会在这个不知名的古代冬天里被活活冻死。视线在昏暗的茅屋里艰难地扫视着，家徒四壁这个词简直是为这里量身定做的。一口豁了口的破锅，2个缺了角的陶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就在这时，吱呀一声，破旧的木门被推开了。不是苏婉，她身材矮胖，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袍，一双老鼠眼在昏暗的屋里滴溜溜地转。是王来福，村里的泼皮无赖。哟，傻子一个人在家呢。他闲着脸笑道，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你嫂嫂呢？我缩在墙角，抱紧身上的棉袄，装出一副痴傻的模样，嘴里发出呵呵的含糊声音。王来福嫌弃地看了我一眼，也不理会我，自顾自地在屋里转悠起来。他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看了看，又走到米缸前踢了一脚，嘴里骂骂咧咧：穷的耗子都不来，晦气。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墙角那堆破旧的衣物上，那是苏婉平时换洗的几件旧衣裳。他伸手翻了翻，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拿起一件贴身的旧衣，凑到鼻子前闻了闻。这寡妇身上倒是香。他喃喃自语，把那件衣服塞进了自己怀里。一股怒火噌的一下从我心底窜起，这个人渣。我死死地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才忍住没有冲上去。我现在是个傻子，我不能暴露。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门开了，苏婉回来了。她提着一个破篮子，身上沾着雪花，一张素净的脸冻得通红，嘴唇甚至有些发紫。当她看到屋里的王来福时，整个人明显僵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和恐惧。王大哥，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戒备。王来福的眼睛立刻肆无忌惮地在苏婉身上打量起来，从她冻红的脸颊到她单薄衣衫下纤细的腰身，最后落在她因为寒冷而微微发抖的胸前。哎呀，弟妹啊，我这不是惦记着你们孤儿寡母的，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她闲着脸凑上去，你看你，大冷天的还往外跑，冻坏了吧？来，让哥哥给你暖暖手。苏婉脸色一变，猛地后退一步，躲开了他的咸猪手，篮子差点掉在地上。王大哥，请你自重，我很好。天色不早了，你请回吧。王来福的脸色沉了下来，但随即又换上那副假惺惺的笑脸。哎呀，弟妹，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可是亲戚，我关心关心你，有什么不对？林山兄弟不在了，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得替他照顾你们。你看你这手都冻裂了。他再次伸出手，哥哥心疼啊。苏婉的脸彻底没了血色，他退无可退，只能把篮子挡在身前，浑身都在发抖。我蜷缩在墙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我不再犹豫，猛地从稻草堆里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冲过去，一头撞在王来福的腰上。啊！王来福被我撞得差点摔倒，他回过头看到是我，顿时恼羞成怒：你个傻子，找死啊！他抬脚就踹了过来，我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整个人摔倒在地。林墨！苏婉惊呼一声，扑过来护住我。王来福还想再打，但看到苏婉护在我身前，只能悻悻地收了脚。哼，一个傻子。
一个寡妇，真当自己是什么金枝玉叶了？他啐了一口，指着苏婉骂道：“装什么贞洁烈女？男人都死了，还端着个架子给谁看？老子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苏婉咬着嘴唇，死死地护着我，一言不发。她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王来福见他不吭声，觉得无趣，又骂骂咧咧地说了几句，这才转身要走。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他看到了我身上的棉袄，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更加恶心的笑容。哟呵，我还以为你多正经呢。他指着苏婉，阴阳怪气地笑道：“自己的棉袄都给小叔子穿上了。啧，叔嫂情深啊。我说你们俩晚上睡一个屋，就没发生点什么？”苏婉的脸疼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又瞬间变得惨白。你胡说八道什么？他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都变了调。我胡说，你自己看看，一个寡妇，自己的贴身衣服给一个小子穿上，这要是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他丢下这句话，大笑着扬长而去。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苏婉依旧保持着护在我身前的姿势，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过了很久很久，她才缓缓地转过头看向我，她的视线死死地盯着我身上的那件棉袄，那里面有委屈，有羞辱，有绝望，还有一丝我也看不懂的东西。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我抱着那件棉袄缩到墙角，嘴里发出呵呵的属于傻子林默的含糊声音，我必须演下去。苏婉看着我，胸口剧烈的起伏着，她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我紧张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生怕她一巴掌扇过来，或者直接把我身上的棉袄扒下去，但她没有。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说：“墨子，冷了就穿吧，咱家穷，只得这一件棉袄，我答应过你哥，得把你照顾好。”她伸出手，轻轻地帮我把敞开的衣襟合上，她的手指不经意间划过我的脖颈，冰冷的触感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她没有立刻抽回手，那一瞬，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指尖的颤抖，然后她低下头，用机不可闻的声音喃喃地说了一句：“这个家里就剩我们俩了，你要是再出什么事，嫂嫂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愣住了，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屋子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窗外的风雪声和她偶尔因为寒冷而发出的细微吸气声。我蜷缩在墙角，身上穿着她的棉袄，感受着那份来之不易的温暖。刚才那一幕像刀子一样刻在了我的脑子里。王来福那双恶心的手，那些下流的话，还有苏婉那副绝望又无助的模样。我活下来了，以一个傻子的名义，可是我能护住她吗？一个傻子能护住他的嫂子吗？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疯狂地生长起来。我看着灶台边那个单薄的身影，看着火光映照下他那张憔悴却依旧清秀的脸。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夜色渐深，风雪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苏婉将那几个野菜疙瘩扔进破锅里，舀了些血水，在灶堂里点燃了潮湿的柴火。浓烟呛得他不住的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分不清是冻的还是被烟熏的。他真的很年轻，大概也就17、18岁的样子，皮肤因为长期的劳作和营养不良而显得有些粗糙发黄，但五官却很清秀。如果放在我那个时代，好好打扮一下，绝对是个清纯的美女。可现在，她的脸上只有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麻木。丈夫心丧，家无余粮，天寒地冻，还要照顾一个傻子小叔子，任何一桩都足以压垮一个普通的女人。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一股混杂着土腥味的古怪气味弥漫开来。很快，苏婉成了2碗浑浊的，几乎看不到米粒的菜粥。她把其中1碗递给我，碗沿还有好几个豁口。我连忙学着林默记忆中的样子，咧开嘴傻笑，流着口水，伸手去接，手指触碰到滚烫的碗壁，我啊的叫了一声，差点把碗打翻。慢点，别烫着。我接过碗，笨拙地用手抓着里面的野菜疙瘩就往嘴里塞，那东西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但我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食物，我必须吃下去。苏婉自己那碗几乎全是清汤，她小口小口地喝着，目光却一直落在我身上，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好好吃饭。一顿饭在沉默中结束，苏婉收拾好碗筷，又往灶堂里添了些柴，这是我们这个晚上唯一的取暖来源。
他没有再提棉袄的事情，只是自己默默地抱着双臂，靠着灶台，汲取那一点点微弱的火光。寒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他单薄的身体微微发抖。我占了他的衣服，现在又眼睁睁看着他受冻。大脑里现代人程序的理智和情感在激烈交战。把衣服还给他。一个声音在呐喊：不行，你会冻死的。另一个声音反驳。最终求生的欲望再次占了上风，但我不能什么都不做。我挪动着身体，一点点地从墙角向灶台靠近。苏婉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我冲他傻笑了一下，然后把身后的那堆稻草用脚一点点地都踢到了他的脚边。做完这一切，我便重新缩回墙角，把头埋进膝盖里，假装睡着了。苏婉愣愣地看着脚边的那堆稻草，又看了看缩成一团的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困惑和动容。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在那堆稻草上坐了下来，离火堆更近了一些。夜就这样在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根本睡不着，一方面是冷，另一方面是饿。那碗野菜粥根本不顶用，我的胃里像是有把火在烧。更重要的是，我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明天吃什么？这个冬天要怎么熬过去？我真的要一辈子装傻，靠着这个可怜的女人活下去吗？我陈旭虽然只是个普通人，但也绝不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废物。天蒙蒙亮的时候，苏婉就醒了，她几乎一夜没睡，脸色更加憔悴。她看了看熟睡的我，轻手轻脚地站起来，准备出门。我知道，她又要去冰天雪地里为我们两个人的生计奔波，可能是去捡柴，也可能是去挖那些难以下咽的野菜。我指着外面，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发着含糊不清的声音。苏婉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我。我继续指着外面，然后做出一个挖掘的动作，再把手放到嘴边，使劲地摇头。我的意思是，外面的东西不好吃。苏婉看着我笨拙的表演，眉头紧锁。一个傻子怎么会知道野菜不好吃？我心里一紧，意识到自己可能演过了，于是我立刻转换策略，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破旧的弓，那是大哥林山留下的遗物。然后我又指了指外面，做了一个飞翔的动作。瘦瘦，我从喉咙里挤出两个模糊的音节。这是林默的身体残存的本能，他见过哥哥用这张弓打回过野鸡和兔子，在他的认知里，弓就等于肉。这一次苏婉看懂了。墨子乖，外面冷，没有肉，等雪停了，嫂嫂给你想办法。他怎么可能相信一个傻子能打到猎物？说完，他轻轻掰开我的手，推门走了出去。寒风瞬间灌了进来，我打了个冷战，看着那扇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木门，我握紧了拳头。等，我不能等，再等下去，我们两个都得饿死，冻死在这里。我必须行动起来。苏婉走后，我立刻行动起来。首先，我仔细检查了这个家，结果是令人绝望的。除了那把破弓和几支箭头都有些卷刃的剑矢，就只剩下一把砍柴用的短柄斧，斧刃上全是豁口。至于粮食，米缸里一粒米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布袋里还剩下一小撮粗盐。这简直是地狱开局。我把那张弓取了下来，弓身是某种坚韧的木头做的，但弓弦已经松弛，显然很久没有保养了。我尝试着拉了一下，以我这具16岁少年孱弱的身体，竟然只能拉开一小半。看来想要靠打猎为生，首先得把身体素质提上去。但这需要时间，而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硬碰硬不行，那就只能智取。我的目光落在了屋角那些用来编织篮子或者修补茅屋的藤条上，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逐渐清晰。陷阱。在现代社会，我虽然是个文职，但也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尤其喜欢看野外生存类的节目。那些制作简易陷阱的知识，此刻像金子一样在我脑中闪闪发光。说干就干，我找了一些相对结实的藤条，用那把钝斧子笨拙地处理着。我不敢弄出太大动静，怕被偶尔路过的村民发现一个傻子竟然在干木工活。我必须在苏婉回来之前把一切准备好，并且不留下任何痕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手指被粗糙的藤条磨得生疼，但心里却燃起了一团火。这是希望之火。终于，我做好了几个简易的套索，接下来就是选择合适的地点。林默的记忆中，屋后的那片小树林是村里孩子们玩耍的地方，相对安全，偶尔会有一些兔子或者野鸡从深山里跑出来觅食。我揣着套索，悄悄地溜出了门。外面天寒地冻，一脚踩下去，雪直接没过脚踝，刺骨的寒意让我再次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我不敢走远，就在离家不远的一处灌木丛边停了下来。我仔细观察着雪地，很快
就发现了几串小小的梅花状的脚印，是兔子。我心中一喜，小心翼翼地拨开积雪，找到一棵被兔子啃食过的灌木。就在这里，我布下了我的第一个陷阱。我用一根有韧性的树枝做成弹力杆，将藤条套索巧妙地伪装在灌木丛的下方，只要有兔子经过，触动我设置的机关，就会被瞬间吊起来。为了增加成功率，我又在附近不同的地方布下了另外2个陷阱。做完这一切，我的手脚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不敢多做停留，赶紧循着原路返回，并且小心地抹去了我在雪地里留下的痕迹。回到茅屋，我整个人几乎成了一个雪人。我赶紧凑到快要熄灭的灶火边，身体却因为急剧的温度变化而抖得更厉害了。没过多久，苏婉回来了，她的篮子是空的，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失望和疲惫，显然今天她一无所获。墨子，饿了吧？她放下篮子，声音里透着歉意。今天雪太大了，什么都没找到，你再忍忍，嫂嫂去邻居家看看能不能借点粮食。林默的记忆告诉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村里人自己都过得紧巴巴的，谁会有余粮借给一个寡妇和一个傻子？更何况人言可畏，一个年轻寡妇去敲别人家的门，不知道会招来多少闲言碎语。啊！苏婉看着我，眼圈一红，别过头去，不想让我看到她的眼泪。傻孩子，她喃喃地说。这一天，我们终究还是靠着那点野菜粥残渣熬了过去。晚上，我躺在稻草堆上，心里七上八下。那些陷阱会成功吗？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我的陷阱，但是我不能，我必须等苏婉出门。我焦灼地等待着，感觉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苏婉像往常一样喝了点雪水，就准备出门了。经过昨天，她似乎放弃了去山里找食的念头，今天她的方向是村里。我知道，她还是要去借粮。我的心揪了起来。等她的身影消失在风雪中，我立刻冲了出去，直奔后山的小树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靠近第一个陷阱的位置。远远的，我看到那根我用作弹力杆的树枝依旧弯曲着，被牢牢地压在地面。心里一沉，我不甘心走向第二个陷阱，结果还是一样。我的心一点点地冷了下去。难道我那些从电视上看来的知识根本就是纸上谈兵？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走到了第3个陷阱前，看到了那根高高弹起的树枝和在树枝末端那只正在拼命挣扎的灰白色的东西。成功了，我成功了！一股巨大的狂喜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我激动得差点喊出声来。我冲过去，死死地按住那只还在蹬腿的兔子，生怕它跑了。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沸腾，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生的希望。我用藤条将兔子的腿捆好，拎在手里，沉甸甸的。这不只是一只兔子，这是我们的命。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用雪把兔子埋了起来。我不能让苏婉知道这只兔子是我抓的。一个傻子怎么可能抓到兔子？这太不合常理了。我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回到茅屋，我开始焦急地等待苏婉回来。没过多久，她就回来了。看到她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刺痛。我跑到她面前，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跑。墨子，你干什么？我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把她往后山的方向拉，嘴里兴奋地喊着肉肉。我停下来，指着一处雪堆，激动得又蹦又跳，像个发现了宝藏的孩子。苏婉疑惑地看着我，又看了看那处平平无奇的雪堆。墨子，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快回去吧，冷。他想拉我走。我挣脱他的手，直接扑到雪堆上，用手疯狂地刨着雪。很快，一抹灰白色的皮毛露了出来。苏婉的眼睛瞬间睁大了。这是肉，嫂嫂，肉。我把这一切都伪装成了一个傻子的好运气。这个解释虽巧合，对傻子来说却最合理。为什么偏偏是这只兔子？我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我知道，从今天起，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那一整天，苏婉都有些魂不守舍。他一边处理那只兔子，一边时不时地用一种探究的、复杂的眼神看我。我则继续扮演着我的傻子角色，围着他又蹦又跳，对那只即将成为我们盘中餐的兔子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苏婉的手法很娴熟，显然以前没少看林珊处理猎物，剥皮、去内脏清洗，一气呵成。快趁热吃吧，看你都饿坏了。谢谢你，苏婉。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吃的第一顿真正的饭。苏婉把大部分肉给了我，自己小口喝汤。慢点吃，墨子，别噎着。他看着我的眼。吃完饭，苏婉把那张兔皮用盐搓了搓，小心地晾在屋梁上，然后他把剩下的兔肉用冷水镇着，准备留着明天吃。做完这一切，他坐在灶火边开始发呆。一只兔子虽然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但终究是无根之苹。吃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傻子的好运气不可能天天。我也在想，一个陷阱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信心。我必须趁热打铁，继续扩大战果。家里没有多余的藤条了，总在后山一小块地方活动，容易引起怀疑。我需要更多材料和活动空间，必须进山。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山里有杀了大哥林珊的老虎，林默的记忆中，那头老虎的恐怖已经成了整个青石村的噩梦。村里最有经验的老猎户都轻易不敢进深山。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傻子，进去不是送死吗？可是富贵险中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意味着最丰富的资源。打定主意后，我开始想办法如何让苏婉同意我出去玩。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故技重施。苏婉有些犹豫。墨子，外面冷，雪大会迷路的。我指了指屋梁上的兔皮，又指了指外面，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咧嘴傻笑。我的意思是，我运气好，还能捡到好东西。苏婉看着我执着的样子，叹了口气。或许是昨天那只兔子给了他希望，或许是他觉得关不住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离开了他的视线，我立刻加快了脚步，绕过屋后的小树林，向着那座笼罩在白雪中的大山走去。山路比我想象中更难走，积雪很厚，一脚深一脚浅，非常耗费体力，而且越往里走，风越大，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走了半个时辰，终于在背风山坳找到枯藤，虽被雪覆盖，韧性很好，是做陷阱的好材料。我抽出盾斧，开始砍伐。就在我埋头苦干时，一阵沙沙声从雪地传来，我瞬间警惕，握紧斧子躲在岩石后，声音越来越近。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是狼还是别的什么野兽？一个身影从树林钻出，看清是村里人，我松了口气，心却又提起来是王来福那个无赖。大哥去世后，他便常来。弟妹，这天冷，我给你送些炭火来。多谢二叔好意，我们家还有炭火，不劳费心了。王来福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人，他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露出鄙夷的笑容。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林家的傻子，大雪天不在家待着，跑山上干嘛？想学你死鬼大哥打猎啊？我低下头，继续扮演我的傻子角色，抱着一捆藤条，嘿嘿的傻笑。王来福见我不搭理他，觉得无趣，啐了一口便准。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眼尖的发现他背后的背篓里似乎动了一下，而且我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王来福游手好闲，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草包，根本没有打猎的本事。这大雪封山的，他背篓里的东西是哪来的？王来福察觉到我的目光，警惕地回头瞪我一眼，把背篓往上提了提，遮得更严实了。看什么看，傻子！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他恶狠狠地我看着他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王来福绝对有问题。我压下心头的疑虑，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生存才是第一要务。我砍了足够多的藤条，捆成一捆，准备返回。就在这时，我在王来福站过的雪地上发现了一个闪亮的东西。我走过去拨开积雪，那是一枚铜制的、样式古朴的纽扣。我立刻想到了王来福刚才那身不合时宜的、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深色棉袍，这枚纽扣一定是他掉的。我把它捡起来，揣进怀里，直觉告诉我，这枚小小的纽扣或许会成为揭开某个秘密的关键。苏婉正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看到我扛着东西回来，她先是松了口气，随即又被我扛着的那捆藤条惊到了。墨子，你弄这些回来做什么？我把藤条扔在地上，
指着藤条，又指了指屋梁上的兔皮，嘴里发出嘿嘿的傻笑声。我的意思是，用这个可以换肉。苏婉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脸上却更困惑。他蹲下身，拿起藤条，又抬头你是说看，眼神里的探究意味越来越浓。我心里一紧，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跑到灶台边，指着锅，又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表示我饿了。白天等苏婉出门后，我就带着工具上山。我不再满足于在山脚活动，而是开始向更深处探索。凭借着现代知识和野外生存经验，我的陷阱技术越来越纯熟。我的收获也从一开始的兔子、野鸡，变成了更值钱的狐狸和狍子。每次我会把猎物处理好，藏在石洞中，只带一小部分回家，依旧用傻子的好运气来做掩护。到晚上，我则变回吃傻的林默，享受苏婉的照顾。茅屋的门窗被我用兽皮和泥土堵得严严实实，不再漏风了。灶堂里的火也总是烧得很旺，因为我每天都会带回来足够的干柴。苏婉用我带回来的狐狸皮，给我们俩各做了一顶帽子和一副手套。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棉袄之外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温暖。汤快好了，你去歇歇吧。你也忙了半天了，一起歇歇吧。他的笑容里藏着我读不懂的情愫。纸终究包不住火，我们生活改善太快，已引起村里注意。三叔公老张家这几天，这光景怕是有蹊跷。谁说不是呢？村里都在传。一开始大家还都相信是邻家傻子运气好，祖上积德，有哥哥保佑。但随着我捡回来的东西越来越离谱，甚至有一次我带回来一只被陷阱夹断了腿的半大野猪时，风向就变了。傻子哪来这么好运气？我看的林默不是傻，是中邪了吧？就是，肯定是山里的什么精怪附身了，不然怎么可能天天往山里跑，还总能带回东西？可不是嘛，他家那个寡妇嫂嫂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个傻子小叔子，日子过得比谁家都红火。这里面要是没鬼，我才不信。这些话传到苏婉耳中，她的笑容渐渐消失，常独自坐在门口望着远山，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知道她在害怕，她怕那些流言，怕村民们异样的眼光，更怕我这个小叔子身上发生的无法解释的变化。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那天王来福又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村里的几个长辈，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们家。苏婉，你给我出来！王来福一脚踹开我们家的破门，大声嚷嚷道。苏婉正在缝补衣服，被吓得脸色发白，手里的针掉在了地上。我立刻从墙角站起来，挡在了他的身前，对着王来福龇牙咧嘴，发出的威胁声。王来福被我吓了一跳，随即恼羞成怒。好你个傻子，还敢跟我恨！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大家快来看啊，这个傻子就是个妖孽，他和他不守妇道的嫂嫂。苏轼，你家肉食从何而来？林默被山妖附身之事可是真的？苏婉抖得像风中落叶，紧咬嘴唇，说猎物是林默捡的。这种鬼话已没人信了。村里的闲话你都听见了吧？三叔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再躲在这个傻子的躯壳后面了，我必须站出来。就在王来福还要继续污言秽语的时候，我突然伸手指向了他，然后我口齿清晰地说出了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句不属于傻子林默的话：你闭嘴。我的声音不大，却像惊雷炸响。我小子，你刚才叫我啥？福伯，我叫你福伯。王来福脸上的得意凝固了，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我。你会说话了？三叔公和另外几个长辈也是一脸的震惊和骇然。妖怪，他真的是妖怪！一个胆小的村民尖叫起来，屋子里的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最震惊的莫过于苏婉，她猛地回头，难以置信看着我，那双漂亮眼睛里充满惊恐、困惑，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察觉的期待。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了，今天我必须破局。我没有理会众人，只死死地盯着王来福，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枚我从雪地里捡到的纽扣。这个是你的东西吧？王来福看到那枚纽扣，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无法掩饰的慌乱。你胡说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嘴硬道：不知道。我冷笑一声：半个月前大雪天，你从后山回来，这座山我大哥失踪了。
我的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大家的目光在我和王来福之间来回移动。三叔公皱起了眉头问：林默，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大哥不是被老虎？老虎？三叔公，各位叔伯，你们谁亲眼看到老虎吃了我大哥？没有，你们只看到了雪地里的血迹和老虎的脚印。那还能有假？当然有假。那天我大哥上山采珍贵药材，准备卖了给嫂嫂做新衣。王来福，你知道对不对？王来福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他连连后退。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声音陡然拔。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棉袍上吊的纽扣会出现在我大哥失踪的山路上？你再告诉我，为什么那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背篓里会传来血腥味？我一连串的质问，像重锤一样，狠狠地砸在王来福的心上，也砸在了所有村民的心上。大家看王来福的眼神，已经从一开始的看热闹，变成了怀疑和审视。你血口喷人！王来福色厉内荏地吼道：“你个傻子，风言风语，谁会信你？”我是傻子啊！我笑了，笑得无比冰冷。没错，以前我是，可是半个月前，我失足摔下山坡，撞到了头。从那天起，我的神智就一天天清醒过来了。只是我人微言轻，又怕被人当成妖怪，才一直不敢说。这个解释是我早就想好的，虽然离奇，但却是目前最合理的说法。我之所以今天说出来，是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嫂嫂被一个杀人凶手污蔑清白。杀人凶手4个字，让王来福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指着我，惊恐地大喊：“不是我杀的，是老虎，真的是老虎！”他这话等于是不打自招了。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王来福，你把话说清楚，林山的死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是我偷了村里的救命粮。糊涂啊！原来他早就觊觎大哥林山打猎的本事，也知道大哥那天是去采一味叫雪见草的药材，价值不菲，于是他便起了歹心，一路尾随。你可知罪？我错了。他想等大哥采到药材后出手抢夺，没想到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那头山里的猛虎突然出现了。王来福吓得魂飞魄散，想也不想就把身边的大哥林山用力地推向老虎，自己则趁机逃之夭夭。所以大哥林山不是单纯死于虎口，他是被王来福当成了替死鬼。真相大白，整个茅屋里一片死寂，所有村民都用鄙夷和愤怒的目光看着跪在地上的王来福。而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一家老小，为了苟活竟能把亲人推向死亡深渊。苏婉的身体晃了晃，几乎要栽倒在地。她死死地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我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扶住了他胳膊。嫂嫂，没事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看着这个突然之间变得如此陌生又如此可靠的小叔子。爹，娘，我错了，饶了我这一回吧。三叔公当场下令，将王来福捆起来，关进了村里的祠堂。按照惯例，他就算不死，也得被打断双腿，逐出村子，永世不得回来。而我，林默，则成了村里的焦点。一个傻了10几年的痴儿，一朝恢复神智，揭开了大哥死亡的真相。这事充满传奇色彩，足够村民们津津乐道一个冬天。大家更愿意相信我的说法，大难不死，撞开了窍。甚至有人说，这是林家祖上积德，是死去的林山在天有灵，保佑自己的弟弟。那些曾经对我们冷眼相待的村民开始主动跟我们打招呼，甚至还有人提着一篮子鸡蛋上门来看望我这个大病初愈的孩子。当然，我知道他们看的不是我，而是我们家那日渐浓郁的肉香和我那神乎其技的捡猎物的本事。我依旧每天上山，只是不再需要偷偷摸摸，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苏婉，我是去下检查陷阱。我们之间的称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叫我墨子，而是叫我的全名林默。而我在犹豫了很久之后，也终于鼓起勇气叫了他一声嫂嫂。当这2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身体明显的僵了一下，随即他低下头，耳根泛红。他轻轻地应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算是彻底捅破了。我们不再是单纯的需要被照顾的傻子、小叔子和背负着沉重枷锁的寡嫂。当我们家第一次飘出白米饭的香味时，苏婉抱着那个米袋又哭了。这一次
是喜悦的泪水。我不仅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了下来，还凭借自己的努力，让这个家有了家的样子。然而，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那就是老虎。虽然王来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杀死大哥的罪魁祸首那头猛虎依然。我不仅要为大哥报仇，更要为我们自己，为整个村子消除这个隐患。我开始为猎虎做准备。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想正面硬刚一头成年猛虎，无异于以卵击石。我把从王来福那里得来的赔偿都拿了出来，去镇上最好的铁匠铺定做了一批特殊的工具。铁匠看到我的图纸和那一堆淬了毒的箭头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但他是个生意人，收了钱便不再多问。当我把这些杀气腾腾的武器带回村子时，所有人都被镇住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昔日的傻子，如今的林默，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山里的那些兔子和狐狸，他的目标是那头让整个青石村闻风丧胆的山军。猎虎的计划，我准备了整整半个月。我像一个最耐心的猎人，寻找他的踪迹，分析他的粪便，了解他的习性，熟悉他的巡猎路线。每隔5到7天，他都会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是一处位于深山腹地的瀑布下的水潭，他会去那里喝水。苏婉看出了我的意图，他没有阻止我，他只是在我深夜回来时准备好热水和伤药。他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里面是大哥最宝贵的兽皮内甲。你大哥说这是他的保命符，你穿上它。苏婉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着手里的皮甲，又看了看他，我能感受到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我的担忧全都寄托在了这件皮甲上。我当着她的面把皮甲穿在了最里面。嫂嫂，等我回来。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我带上了所有的装备，强弓、箭头，还有10几个沉重的捕兽夹。苏婉把我送到村口，风雪已经停了，一轮残月挂在天边，清冷的光辉洒在洁白的雪地上。我走了，我说。他点点头，把一个油纸包塞到我手里。路上吃。我打开一看，是几个烤得金黄的杂粮饼，里面还夹着肉干。我没有回头，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我花了整整1天的时间才赶到那个瀑布下的水潭。接下来的2天，我都在做准备工作。我在水潭通往峡谷出口的必经之路上精心布置了那些捕兽夹，每一个夹子都用积雪和落叶做了完美的伪装。白天我就躲在岩洞里啃着干粮，积蓄体力。深山里的夜晚寒冷而恐怖，狼嚎声、啸叫声此起彼伏，但我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杀了他。第3天、第4天，老虎始终没有出现。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第5天的黄昏，他终于来了。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峡谷的入口处走了进来。这就是老虎，这就是杀了我大哥的凶手。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我死死地握住手里的强弓，连呼吸都屏住了。老虎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他径直走到水潭边，低下头开始喝水。机会，我缓缓地拉开了弓弦，死死地锁定了老虎的左眼。嗖，淬了剧毒的箭头带着我满腔的愤怒和仇恨，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撕裂空气，直奔目标而去。哦！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瞬间响彻了整个山谷。老虎疼得猛地跳了起来，用爪子疯狂地刨着自己的脸，那眼神里充满了暴虐和杀意。他发现我了。老虎怒吼一声，拖着受伤的身体向我藏身的这块巨石猛冲了过来。他的速度即便是在受伤的情况下也快得惊人。我们一前一后在雪地里展开了一场生死的追逐。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追上的时候，我的脚下终于出现了我做的标记，就是这里。我猛地向旁边一扑，就地一个翻滚。老虎刹不住脚，巨大的身体重重地踩进了我布置的陷阱区域。但它越是挣扎，倒刺就咬得越深。我从雪地里爬起来，看着在陷阱里哀嚎的老虎，没有丝毫的怜悯。我把箭筒里所有淬了毒的箭，一支不剩地，全都射进了他的身体。最终他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了，只有那只完好的右眼还死死地瞪着我。我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疲惫和空虚。大哥，我为你报仇了，我喃喃地说了一句，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劈了下去。
当我拖着那颗硕大的虎头和一张完整的虎皮回到青石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着我身后的那些战利品，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崇拜。他们把我围在中间，欢呼着，呐喊着：林默，英雄！山神也显灵了。三叔公带着村里的长辈亲自到村口迎接我，他激动的老泪纵横，抓着我的手不停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为村子出了大害啊！而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他，苏婉。当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他笑了，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猎虎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成了青石村名副其实的第一猎人。村里的年轻人都以我为榜样，甚至有人主动上门想拜我为师，跟我学打猎的本事。我的威望在村子里一天比一天高，甚至连三叔公都开始在一些村里的事务上征求我的意见。我俨然成了青石村新的主心骨，家里的生活自然也是越来越好。我们盖了新房子，青砖大瓦房，宽敞明亮。但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渐渐地摆在了我的面前，一个我一直刻意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和苏婉的关系。随着生活的安定，我和苏婉之间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微妙。我不再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小叔子，她也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寡嫂，我们更像是一对生活在一起的年轻男女。这种认知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了一丝尴尬和不自在。村里的流言蜚语也渐渐地换了风向。以前他们说我们不干不净，搞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他们开始说林默有出息了，苏婉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这叔嫂俩干脆凑合着过得了。我们开始下意识地保持距离，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有一天，村里的张媒婆突然上门了，她满脸堆笑，一进门就拉着苏婉的手说个不停：哎呦，苏婉啊，你可真是好福气啊，守了这么些年，总算是熬出头了。现在林默这么有出息，你以后的日子可是有盼头了。苏婉有些不自在地抽回手，勉强地笑了笑。张大娘，您有事吗？张媒婆眼珠子一转，笑道：有事，当然有事，是大喜事。她说着就把目光转向了我。林默，你今年也16了吧，在我们乡下也是该说亲的年纪了。大娘我啊，今天就是来给你保媒的。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亲？张媒婆根本不给我反应的机会，竹筒倒豆子似的说了起来。是村东头老李家的闺女，叫翠莲，今年15，长得那叫一个水灵，人也勤快，手脚麻利，绝对是当媳妇的好人选。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苏婉，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她低着头，手指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衣角。我心里一阵烦躁，张大娘，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些事，我直接拒绝了。张媒婆愣了一下，哎呦，林默，这可是好事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吧？再说了，你娶了媳妇儿也能更好地照顾你嫂嫂不是啊？她还在喋喋不休。我说过了，我不想。我的语气冷了下来，屋子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过了很久，苏婉才抬起头看着我，声音有些干涩。苏婉的眼神闪躲了一下，不敢看我。我觉得挺好的，你成家了，这个家才算真正完整了。是吗？我冷笑一声。那我娶了她，你呢？你怎么办？苏婉愣住了，一想到改嫁这2个字，我的心里就莫名的燃起一股无名之火。嫂嫂，我不会娶任何人。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个家有你有我就够了。说完，我摔门而出。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村里走着，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我对自己和苏婉的感情一直都定义为亲情，是家人之间的相互扶持。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陈旭，一个来自21世纪的灵魂，竟然对这个古代的名义上的嫂嫂动了不该动的心思。我们都在刻意地回避着对方，谁也不再提那天说亲的事情。冷战就这么开始了。我依旧每天上山打猎，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甚至直接在山里的岩洞里过夜。我怕看到他那双清澈的眼睛，我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他每天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我的饭菜热在锅里，然后就一个人坐在油灯下缝缝补补，直到深夜。终于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提前回了家。一进门就看到苏婉正坐在桌边
手里拿着一封信，默默的流泪。我心里一紧，赶紧走过去。嫂嫂，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苏婉看到我，慌忙擦干眼泪，想把信藏起来。信是她娘家寄来的，内容很简单，她父亲病重，想见她最后一面。信的末尾还提了一句，说家里已经给他物色了一门亲事，是邻村的一个屠夫，死了老婆，带着2个孩子。家里人希望他这次回去就不要再回来了。我看完信，手都在发抖，愤怒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爆发。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低吼道：因为家里穷，就把她嫁给大哥灵山冲喜。现在大哥死了，他们不想着接济，反而要把她推给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官夫去当后妈。苏婉看着我愤怒的样子，反而平静了下来。她凄然一笑，说：林默，你别生气，这就是我的命。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好，我陪你回去。我说，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安排你的人生。苏婉愣住了。你陪我回去？没错。我看着他的眼睛，无比坚定地说道：你是我林家的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谁也别想欺负你。苏婉的娘家在临县的一个叫苏家村的地方，离青石村有2天的路程。我把家里的事情都托付给了三叔公，然后套上我们家那头唯一的牛，拉着一板车的东西，带着苏婉上路了。板车上装的都是我这些日子攒下的好东西，2张完整的狐狸皮，1张狼皮，还有几十斤晒好的肉干。我知道对付苏婉娘家那样的人，光靠讲道理是没用的，必须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虽然这么做很功利，但对付小人就得用小人的办法。一路上我们2个人都很沉默。晚上我们在路边的小镇找了家客栈住下，只有1间上房了。店家看着我们，眼神有些暧昧。我的脸一热，下意识的想说再找找，但苏婉却先开了口：就要这间吧。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有些惊讶的看着她，她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走进了房间。房间不大，只有1张床，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那个嫂子，你睡床吧，我在地上随便对付一下就行。我说。苏婉坐在床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烛光下亮得惊人。林默。她轻声叫我的名字。我们谈谈吧。我关上门，在她对面的凳子上坐下。你想谈什么？林默，我知道你不是以前的那个林默了。她缓缓地开口。你有本事，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她顿了顿，继续说。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护着我，但是林默，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所以她深吸一口气。这次回娘家，我就不回来了。那门亲事我应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从我的心底直冲头顶，我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的力气很大，捏得他的肩膀生疼，他却倔强地迎着我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重复道：我说我要嫁人。林默，你放手，你弄疼我了。疼？我自嘲地笑了。你的心就不会疼吗？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从他的眼眶里决堤而出。不然呢？不然我能怎么办？他哭喊着。林默，我们是不可能的。我是你的嫂嫂，我们之间隔着伦理纲常，隔着你大哥的牌位，我们要是真的在一起了，会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的。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良久，我缓缓地松开了手。好，好，好，我连说了3个好字，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失望。苏婉，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在那之前，你必须跟我去苏家村，我要亲眼看看那个屠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走出了房间。我们到的时候，院子里正传来一阵喧闹声。爹，你就喝了吧，这可是你未来女婿托人从县城里买来的好药。一个尖利的女声从屋里传来。我不喝，我没病，你们就是想逼死我，好把婉丫头卖个好价钱。一个苍老而虚弱的男生愤怒地反驳道：什么叫卖？那叫嫁。王屠户家底殷实，婉丫头嫁过去是享福，总比守着你们那个山沟沟里的傻子小叔子强。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脚踹开了那扇虚掩的院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这么编排我。我的突然出现让院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院子里站着一个30多岁、长相刻薄的女人和一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的、满脸横肉的壮汉。那个壮汉想必就是他们口中的王屠户了。屋子里还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的老人，应该就是苏婉的父亲。他们看到我，又看到我身后那个风尘仆仆、眼眶通红的苏婉，都愣住了。你是谁？那个刻薄女人，也就是苏婉的嫂子李氏，尖声问道。我冷冷地说道：“苏婉的小叔子，林默。”李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笑容。林默，我当是谁呢？原来就是那个傻子啊！怎么不傻了？跑到我们苏家来撒野了？他身边的王屠户也用一种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着我和苏婉。看起来也不傻嘛，这孤男寡女的，从那么远的地方一起来，路上没发生点什么吧？他的话说得极其下流。苏婉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气得浑身发抖。我心里的怒火已经压抑到了极点。我没有跟他们废话，直接走到牛车边，把车上那几张价值不菲的兽皮和那几十斤肉干都扔在了地上。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指着地上的东西冷喝道：“我嫂嫂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她需要你们把她卖给这么一个玩意儿吗？”李氏和王屠户的眼睛瞬间就直了。他们不是不识货的人，自然知道光是那张狼皮就足够他们这样的人家吃用1年了。说完，我走到苏婉身边，拉起她的手：“我们走，去看咱爹。”屋子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苏婉的父亲苏老爹就躺在床上，面色枯黄，看起来确实病得不轻。婉儿，我的婉儿，你可算回来了。爹。苏婉再也忍不住，扑到床边，失声痛哭。我走上前，抓起他的手腕，给他把了把脉。在现代的时候，我爷爷是个老中医，我耳濡目染，也学了些皮毛。这一把脉，我心里就有数了。苏老爹这病就是年纪大了，气血两亏，又有些郁结于心，所以才看着这么严重。只要好好调理，用些补气血的温和药材，再加上心情舒畅，很快就能好起来。而李氏他们之所以把他的病说得那么严重，无非就是想以此为借口逼苏婉回来，好把她嫁给那个王屠户，换取彩礼。就在这时，李氏和王屠户也跟了进来，王屠户也跟在后面，嘿嘿地笑着，一双眼睛不住地往苏婉身上瞟。我懒得跟他们废话，我嫂嫂是不会嫁给他的。我指着王屠户直接说道。王屠户的脸色一变，我从怀里掏出一锭沉甸甸的银子，扔在了桌子上。李氏和王屠户的眼睛再次直了，20两银子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笔巨款。王屠户的脸上露出了贪婪而挣扎的神色，而李氏已经毫不犹豫地把那锭银子揣进了自己的怀里。退，当然退。他满脸堆笑地对王屠户说：“王大哥，你看，这也不是我们不讲信用，实在是我这小姑子跟他这小叔子感情好，拆不散啊。”王屠户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本来以为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还能白得一个劳动力，是占了大便宜。他犹豫了一下，说：“退亲可以，但是那10两聘礼你们得还我。另外，我为了这门亲事也花了不少心思，跑了不少路，总得给点补偿吧。”我冷呛一声：“可以。”我走到他面前，给他高出半个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再给你10两，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从今以后，不许你再踏进苏家村半步，更不许你再骚扰我嫂嫂，否则……”我伸出手抓住了桌子的一角，那张桌子是实木的，很沉。我手上猛一用力，咔嚓一声，桌角被我生生地掰了下来。王屠户的瞳孔猛地一缩，他看着我手里的那个桌角，又看了看我那双冰冷的眼睛，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他很清楚，自己绝对没有这份能把实木桌角生生掰下来的蛮力。我答应，我答应。他吓得连连点头，屁滚尿流地跑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和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李氏。我把那个断掉的桌角扔在地上，然后看着李氏，一字一句地说道：“现在该我们谈谈了。”面对我的强势，李氏彻底没了脾气。我没有跟他多废话，直接提出了我的要求。我要求苏家写一份断亲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从此苏婉脱离苏家宗族，是生是死，是嫁是娶，都与他们无关。李氏听完，
脸色变了又变。这怎么行？段亲书，这要是传出去，我们苏家的脸往哪搁？脸？我冷笑。你们为了钱，把自己的女儿、妹妹当成货物一样卖来卖去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脸面？李氏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写还是不写？我把那半锭还没给王屠户的银子在手里掂了掂。不写，这银子我收回，你们自己去跟那个王屠户交代吧。一提到王屠户，李氏就想起了我刚才掰断桌角的那一幕，吓得打了个哆嗦。写，我写。在我的逼视下，李氏不情不愿地找来了纸笔，写下了一份断亲书，并且在我的要求下，还找来了村里的李正和几个族老，当着众人的面按下了手印。做完这一切，苏婉在名义上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她不再是谁的女儿、谁的妹妹、谁的嫂嫂。我们两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自私，但是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再让她被任何人、任何所谓的亲情和伦理所束缚。我要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只属于我的苏婉。在苏家村，我们又待了3天，我亲自抓药熬药，监督着苏老爹喝下。苏老爹到了第3天，他已经能下床自己走动了。临走前一天晚上，苏老爹把我单独叫到了房间。林默，他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婉儿她命苦，前半辈子都是为了别人活，以后就拜托你了。”我郑重地点了点头。伯父，您放心，只要有我林默在一天，就绝不会让他再受半点委屈。老人欣慰地笑了。回青石村的路上，气氛和来的时候截然不同。我和苏婉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我们开始像以前那样自然地聊天说笑。回到青石村，我们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融化，万物复苏，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富足。我甚至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做点别的生意，比如开一个皮货店，或者一个酒楼。他听了，眼睛一亮。好啊，他说，林默，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我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终于找到了归属感，这里有我的家，有我的事业，还有我爱的人。我决定向他坦白一切，不仅仅是我对他的感情，还有我最大的秘密，我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要和他共度余生，我就必须对他完全的坦诚。我选择了一个月色很好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坐在新房子的院子里乘凉。嫂嫂，我酝酿了很久，终于开了口。我有件事想告诉你。我的称呼让他愣了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叫过他嫂嫂了。什么事这么严肃？他笑着问。我看着他的眼睛，深吸一口气，说道：“苏婉，我不是真正的林默。”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我开始跟他讲述我那个世界的故事，我讲高楼大厦，讲飞机汽车，讲电脑手机，我讲男女平等，讲自由恋爱。苏婉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过了很久，他才轻声地问了一句：“那真正的林默呢？他是不是已经……”他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我。不，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无比坚定。我不走。他的眼泪浸湿了我的后背，我猛地转过身，把他紧紧地拥入怀中。不走，我说，我再也不走了。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我和苏婉终于名正言顺地走到了一起。我们没有举办什么盛大的婚礼，只是请了三叔公和村里几个关系好的长辈一起吃了顿饭。在众人的见证下，我把大哥林山的牌位郑重地收了起来，然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牵起了苏婉的手。从今天起，苏婉就是我林默的妻子。婚后的日子甜蜜而温馨，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一对夫妻。我用我积攒下来的钱，在镇上开了一家皮货店，凭借着我打猎的手艺和远超这个时代的经营理念，皮货店的生意很快就火爆了起来。我们经常会在晚上一起坐在院子里看星星，我会笑着看他描述飞机的样子，他会一脸向往地说：“真好啊，要是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丝愧疚。他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总是会反过来安慰我。李银诺，我虽然没有见过你说的那个世界，但是我很庆幸你来到了我的世界。3年后，苏婉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出生那天，整个青石村都来给我们道贺。三叔公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家伙，笑得合不拢嘴。好啊，好啊，我们林家有后了。我给孩子取名叫林念，思念的念，希望他能代替我去思念那个我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这天是大哥林山的忌日，我和苏婉带着林念一起去给他上坟。大哥的坟就在后山那片，我们第一次捡到兔子的树林里。我们摆上贡品，点了香。我看着那块简单的墓碑，心里百感交集。大哥，谢谢你。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道。苏婉牵着林念的手走到我身边，把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林念仰着小脸儿问：爹娘，你们在跟大伯伯说什么悄悄话呀？我笑了笑，把他抱进怀里。爹在跟大伯伯说，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让他放心。